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周小军。自然界中发育的千姿百态的褶皱，它们是怎么形成的？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形过程？又受到哪些因素和条件的影响？这就是褶皱形成机制的问题。探讨和阐明一个褶皱的形成机制，对于区域构造研究和分析，以及指导油气勘探有着重要的意义。褶皱的形成机制可以分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根据岩石的变形行为，可以分为主动褶皱作用和被动褶皱作用。主动褶皱作用是指岩石受力之后积极响应应力作用，主动发生褶皱变形。被动褶皱作用是指岩石受力之后，由于其他因素影响，被迫发生褶皱变形。第二，根据褶皱变形过程中物质运动的方式，可以分为滑动褶皱作用和流动褶皱作用。滑动褶皱作用是指岩石通过层与层之间的滑动，使岩层发生弯曲，形成褶皱；而流动褶皱作用是岩层通过内部的晶粒的微小滑动，使岩层发生弯曲，形成褶皱。第三个，根据力的作用方式与物质运动方式，可以分为纵弯褶皱作用、横弯褶皱作用、剪切褶皱作用和柔流褶皱作用。本次课主要学习纵弯褶皱作用的变形机制。纵弯褶皱作用是指岩层受到顺层挤压作用而产生的褶皱变形，分为单层纵弯褶皱作用和多层纵弯褶皱作用。本次课主要讲解单层的纵弯褶皱作用。单层纵弯褶皱作用是指单一的岩层或者岩层与介质的能干性相差比较大时，类似于平板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挤压而形成的弯曲。这种褶皱的特点是：第一个方面，变形作用紧紧围绕褶皱轴发生弯曲。在理想情况下，岩层遭受水平顺层挤压作用，相当于水平方向的挤压或者垂直方向的拉伸，使岩层弯曲变形；而平行褶皱枢纽方向既没有拉伸，也没有挤压，因此相当于是2维应力状态下的变形，即平面应变。特征2，褶皱中的同一个岩层垂直岩层面厚度处处相等，是典型的等厚褶皱或者是平行褶皱。特征3，岩层发生弧形弯曲之后，内侧和外侧的弧长相比变形之前发生了变化，才能调节褶皱变形。具体表现为外弧相对伸长，而内弧相对缩短。在接近岩层的中部有一个既无伸长又无缩短的面，称之为中和面。中和面的外侧称之为拉张区，中和面的内侧称之为挤压区。在这个褶皱的变形过程中，可以用一块印有圆形印记的海绵来做一个模拟实验。在变形之前，在海绵的侧面印上一系列圆形的标记。当海绵受到水平挤压应力之后，海绵发生弯曲，形成褶皱。印在海绵侧面的圆形标记就会变成椭圆。外弧区表现为长轴平行于海绵边界的椭圆，而内弧区则为长轴垂直于海绵边界的椭圆。相当于岩层的外弧区受到平行岩层的局部拉张作用，而内弧区受到平行岩层的局部挤压作用。特征4，单层纵弯褶皱作用在褶皱的不同部位会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小型构造。在外弧区，由于受到局部的拉张作用，会产生垂直于层面的张节理或小型正断层；而内弧区受到局部的挤压作用，会产生平行于层面的张节理或者产生小型的逆断层。从野外照片来看，在背斜的转折端的外弧区的确发育有平行褶皱枢纽垂直于岩层面的纵向张节理。如果是能干性比较弱的单一岩层，在受到顺层挤压作用时，变形的初期会发生顺层的缩短，使得岩层厚度增加。进一步挤压会形成外弧宽缓圆滑、内弧紧闭尖锐的尖圆形褶皱。再进一步挤压，褶皱翼部会压扁、点薄，顶部岩层加厚，形成顶厚翼薄的褶皱。对于能干性强和能干性弱的单一岩层，
其变形的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能干性越强，形成的褶皱波长和波幅越大；能干性越弱，则形成的波长和波幅都较小的尖圆形褶皱。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单层的纵观褶皱作用特征及其所伴生的小型构造。谢谢大家。